必须把根茎类融入到甜品当中。你今天用的是 artichoke。 加酥 pastry 配上那个冰淇淋是很完美的一个甜点。通常孟布朗用 chestnut， 但今天我用了番薯，你就只有上面拍饼才是 sweet potato，有点可惜了。我用了姜，还有芝麻。那个姜后劲才来，我挺喜欢的。佩珍使用3个 item， 我觉得佩珍是有备而来的。非常紧张。两女之战。恭喜你，佩珍。所以第2名就是 Natasha， 也同样的恭喜你。其实蛮惊讶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排那么高。第1名的佩珍出列。佩珍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位交锋的对手，包括第2名，你也可以选择。如果你选择了第2名之后呢，下一个可以做选择的就是第3名，因为第2名已经属于你的了。明白。所以现在，佩珍，第1位你要选择的是谁？我选 Tarian。被佩珍选中其实蛮兴奋的，因为佩珍算是一个蛮强的对手，我要跟最强的交锋，如果是出局的话，就是轰轰烈烈的出击。那我们现在请第2名的 Natasha 出列。那 Natasha， 你也可以选出和你同场交锋的对手，请选择。我选择世豪。好可爱。OK， 佩珍，又轮到你了。永禄。其实我不想跟佩珍同一组，我是有怕会输给佩珍的，因为今天只是她的首秀，我也不知道过还有多深厚的功力。永禄是因为我也没跟他对手过，然后我看到他的东西蛮精致的，所以我想切磋一下。Natasha， 轮到你来选了。我选择 Michelle。其实我今天选的是我要想跟他们合作的，没有想要跟他们做对手。佩珍。不管是进到佩珍组还是娜塔莎组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在哪一组都有那个挑战啦，我还是会尽我的全力去完成作品。我选 Olivia。这一刻是梦想成真的时刻。那他们很自然的呢，你就是属于 Natasha。接下来2场初赛的参赛者也有定夺，他们究竟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？他们之中又有谁会脱颖而出？唐朝冠冕，等你加冕。美味滋润心田，欢愉尽在舌尖。一场甜滋滋的味蕾盛宴即将在这里展开。前2集的主题赛没有淘汰，纯粹切磋。今天参赛者将亲临初赛，以不同凡响的甜品一较高下。那评定高下的评审有谁呢？我们欢迎常驻评审、顶级巧克力大师 Chef 崔放。另外一位评定初赛成绩的，还有企业家兼糕点大师 Chef Daniel Tay。拥有35年烘焙经验的 Chef Daniel Tay， 无论是西式甜点，亦或东方的传统糕点 ，Chef Daniel Tay 都得心应手。他在接手父亲的传统糕饼店，将之融合现代烘焙技术，成功让传统糕饼店摇身成为网民争相朝圣的地方。Chef 崔凤，前2个星期你看过8位参赛者的表现，你有什么忠告要给他们吗？
除了注意各方面的细节，还要注意到这一次将会有人被淘汰哦。Chef Daniel， 欢迎你再次回到唐朝冠冕。我想问你，如果参赛者想要在这个比赛中稳住位置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很多参赛者他们想的过分的复杂，做教就是吃了可能不懂吃什么东西。原来太复杂也会失败，过分失败也会扣分，扣分也会。好，事不宜迟，马上请出参赛者永露、佩珍、Olivia、Terrian。今天呢，终于正式开战了。我们各位参赛者呢，可以说是神色凝重。即便呢，我们主题赛的第1名佩珍，她在微笑着，可是笑容僵硬。第2系列的唐朝冠冕呢，我们总共有2场初赛，那么每一场初赛呢，都会有4位参赛者来交战，成绩最低的那一位将会被淘汰。他们的表现取决于创意与呈现、口味与口感、烘焙技巧、卫生与工序。这2场初赛，参赛者们必须面对制作组所设定的指定食材，那就是香草和香料。各位参赛者会如何运用指定食材，又如何将创意发挥到极致，值得我们期待。烘焙竞赛争分夺秒，时间呢就是参赛者们最重要的一个原料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比赛限时3小时，现在开始。当我知道指定食材是香草香料的时候，我觉得没什么很大的问题。在甜点里面都会有融入了香草或者香料的配方，还是怎样？香草香料对我来说不是太难的一个题目，我常常都会使用在我的蛋糕还有甜点。主题是香草香料，就不是我的舒适圈，因为我很少用香料来做甜品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香草香料来做一款甜点，蛮有挑战的。今天的主题哦，香草香料，就是像我们吃巴古地，对吗 cinnamon 这些 pepper， 或者是妈妈常常煮什么卤肉啦，这些都会用到。对，这些都是香料啊。可是这些要用在甜品里头，常常用的啊，是吗？八角丝、大 anise， 对，桂皮。讲到桂皮哦，你生吃就拿桂皮来这样子咬，你觉得是什么味道？哇，这个我还真没尝过嘞。好的桂皮一颗这么大颗嘛，那你就拿一个刀刮一下，你放在嘴巴，它不是一个苦香味，是甜香味，像吃糖一样，所以很 surprise。哇哦，这是个 experience 啊。哇哦，那说到香料啊，我会不会因为它们的味道很浓很重，所以其实放一点就可以了？要看配方，然后要试。Hello， 今天用的是什么材料？四川 pepper， 就是那个我们吃麻辣火锅的。对。哇，所以你的甜品今天会带有麻麻的感觉？麻就没有嘛，因为不是吃麻辣火锅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可是香味是还有的，胡椒的香味是还有的。四川麻椒的话呢，对我或者 Chef Daniel 来讲的话，其实在甜点里面相当普遍的一个食材。麻椒它有它的香气，加一点海盐，其实可以提升它的味道。我今天这道甜品的那个灵感是来自我以前的一个师傅，那就做了一个巧克力和 pear 的这个甜品，有拿到不错的荣誉。我就把它改良，加入焦糖还有四川花椒的这个结合。挺大胆的一个选择，要达到一个 balance 是有一定的难度。
我也是挺期待它怎么样放进去。这次我选择了花椒来做我的主题，其实我是蛮担心评审接受不来这样子的口味，可是我又想要有一些独特的味道。觉得今天时间各方面你都能够掌控得好吗？今天会比上一集的应该好一些。好，那你慢慢做哦。好的，这边呢我也。我们的前边是吧？我们来了，对，目前的冠军。因为我现在要给你做一些 blessing 啊，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所有参赛者们啊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风水位。为什么我要开引号关引号呢？因为这个风水位就是说来到这边谁就倒霉，所以现在很重要，我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帮忙。欧萱，麻烦你，因为他们2个是女神嘛，所以要念一下，请念出你的名字3次。真的要吗？真的要，来念一下，来。范文芳，范文芳，范文芳。念出你的名字3次。其实我觉得他站在这里就已经把这个魔咒已经破掉了。你的 luck 只有50%，因为欧萱没有念。我觉得你欧萱。有女神的眷顾啊！煮什么现在？我在煮 Sago 的 cracker， 就是故意的，有一粒粒啊，对，是有一点一粒粒的，但炸出来还会有一点一粒粒的感觉。它是一个有点红色。我知道甜点叫一枝独秀，灵感来自于牡丹花，我想把这个甜点做成像花的造型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lemon verbena，就是你今天的主材料。佩珍选的柠檬马鞭草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本身它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个性。柠檬马鞭草的香味很特别，而且很容易搭配。然后我在看佩珍的那个材料，感觉她今天作品应该是还蛮好吃的。这食谱有一些是我之前学的技术，再加我自创了一些口味，把它做成这一道甜品。弄成薄片，然后拿去拽成一个干片，很像虾饼这样。哇，进行的怎么样？我现在在做花椒朗姆口味的冰淇淋，我用的是四川青花椒，是我爸爸从四川带来的。之前蛮担心你们可能会不喜欢那个花椒的味道，但是我听到永露也是用的花椒，所以你比较放心是吗？我比较放心，因为它很厉害。那你用的香料有哪一种呢？在这道甜点里面，我用了4种香料，一种是很常见的香草、花椒，还有一种特别的藏红花。哇，很贵的嘞，那个我去杜拜买很贵。是，对，它是杜拜很珍贵的。你就是不一样，你看你用的材料。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肉桂，我会做一个肉桂焦糖苹果。所以你要做出几个甜品呢？一个甜品里面会尝到这4种香料的味道。哇哦！哇，这4个服务很挑战呢。试不出其中一个也是一个关键。对，喜欢吗？跟我在家的做的味道蛮像的。你要继续保持微笑啊！好的，优雅，加油！好的，对对，风格。是的，谢谢你。因为4种，你要放在一个甜品，真的是难。Terence 今天用的这个主要的食材是什么？今天我会做一个日本的葡萄紫苏叶塔，主要食材是日本的紫苏叶。为什么选择用这个？因为它的味道很特别，可是我心中当然是会有一点担心。你确定吗？你从来没有用过紫苏叶，你也很少去吃这个东西，你对这个 flavor 完全是很不熟悉。那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呢？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这个叶子。可是这是比赛，你要挑战你平时 hobby 去挑战啊，这是比赛嘞。如果可以把它做到有惊喜到你们，我就成功了。哦，我要挑战紫苏叶，我要会用这个味道。你有试过几次了？现在？2次。2次。今天是第2次，今天早上。来参加这个比赛是
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太难了，已经超越我自己的能力范围。我顾得到我的生意，我就顾不到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所以我是处在这个两难的情况。就因为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就把我上网的订单我全部关掉。其实4位的构思都挺强的，很有创意，很有自己的风格。对于他们的 idea， 我觉得做的东西蛮惊讶的，都是蛮特别的一个选择。其实这些香料要做出它们的特色哈，真的是要很了解那个特性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拿来炒一炒，或者烤一烤，去掉它的草味，然后再 infuse。如果今天4位评审呢要参加比赛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哪一种香料 Mint 薄荷叶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水果，又可以放在上面最后的点缀。我会选择9层塔，我本身很喜欢9层塔的味道。如果要选一个，就选一个可以刺激味蕾的辣椒。Chef Daniel， 四川 pepper 这个花椒。哦，因为以前有做过了，所以对你来说驾轻就熟，就 confident， 可能1小时做好了。哎呦 ，It's nothing。我们现在有2个小时，请就这谁现在我要煮我的四川的焦糖。现在我要做黑胡椒冰淇淋，最好是这样子 fresh ground 的，它会比较香。我现在在煮香草牛奶，等一下我会把它做成英式奶酱。其实我一直都在看着香草牛奶的状态，可是就1秒钟的时间，它突然就溢出来了。因为我用的是 Boost， 所以它就很快加热了。没关系，我把它擦干净。其实我有很多的 component 都会用到这个紫苏叶。我现在做的是紫苏叶的一个风。永禄，你目前到了哪一个阶段了？我在做一个巧克力的淋面。这样你的川椒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方式吗？有些人拿来烤啊，有些人拿来炒啊。我没有炒，炒了应该那个味道会更加的强。那你觉得这样子浸泡过程当中就已经足以让那个香气散发出来吗？或者你要的口味？够的，至少10到15分钟。哦，你会配搭一些海盐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有配搭一些海盐，就很少的量。对，海盐可以帮我们甜点提味。好 ，All the best， 谢谢。北珍，我们来了。哇，这个草莓里头你放了什么材料？里面有柠檬、香草，一点点的糖，很香哦。等一下你会吃到草莓的。我讲很香，你又很自信。他上一次也是这样。我们说，哇，你这个煮得很好。我只是怕这个 cracker 它不够干，豆要炸的时候它不会翻。因为它是蛮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就看起来摆盘会比较漂亮。是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好。Hello，Olivia， 你现在到哪个步骤啦？我现在准备做焦糖肉桂苹果。其实它也用了3种不一样的苹果，因为我希望它是有不同的口感、不同的层次。哇，其实评审们对你要用4种香料持有不同的意见。那你觉得这个组合搭配起来会如何呢？我自己在家试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，然后还挺好吃的。刚才看到 Olivia 频频看着你的食谱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里练习，平时我需要工作，这个食谱又是我为这个节目原创的食谱，所以我还需要保证它是非常准确的。时间上还刚刚好，因为现在是我有标注时间在这里，很好。我尝一下这个苹果的味道。哇，真的是做什么都要自己尝一下。对啊，这个还可以啊。因为我在家练习也是用的这种苹果。所以你们一边做甜点，你就常常有这样的动作。对啊，一定必须要。对，一定要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看 Tarian， 继续做。加油。好。
哇，刚才就一来闻到这个就闻到 red 哈 wine 的那种，对那个布菌。很香。这里面现在有什么？这个里面现在没有葡萄。哦，葡萄。我刚刚放了这个日本的紫色的葡萄。今天我会用2种，一个是给它口感，这个青色它会它的口感比较硬。这个它的口感就比较软，比较香。所以我就把那些香料的味道都加进去这个葡萄里面。想到葡萄皮，我想到绕口令，是葡萄不葡萄，是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是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我辛辛苦苦播的，来。不了，你那么辛苦播，是很辛苦，你又来做你的甜品吧，真的很辛苦这样子。待会儿有时间再播给我们吃。你继续啊，加油加油！时间不多啊。时间只剩下2个小时，好紧张。我的雪梨那边我有一点炖的太过软了，我又没有一直去 check 那个软硬度，所以那个雪梨就煮的比较软了，就没有当初我想要的口感。永禄，其实你觉得你今天制作的这一道甜品最难的部分已经过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还有一个焦糖需要再煮的。哦，有2个焦糖，会有呈现2种不同 texture、不同的流动性的焦糖，然后就会有2种呈现不同2种的焦糖这样子。可是2种都是四川的焦糖，因为我的主题是四川的。四川对，很明确。对，很明确。我也发现，不是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一心二用。世豪就很厉害，我真广真产真广真唱，这个川真广真产真产，我产真产真产，杭州产真哇，他就很厉害啊。对于食材的认识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真的是胡来。其实也没有一心多用啦，就纯粹喜欢说话。其实世豪他会武术的。哦，会哦。世豪会武术？那个不是武术，那是华族舞吧？哦，天哪！佩珍，你现在在做哪个步骤了？现在啊，我现在因为我需要等这个 cracker 好了，我才可以炸。那你是后面的步骤会比较花时间，所以先做这个 lemon verbena mousse。因为刚才我已经 infuse 了大概1个小时。这个 lemon verbena 我是用白巧克力跟 lemon verbena 做一个结合。有点冷，所以我需要微波炉一下。这是 cream， 等一下我要放在 lemon verbena mousse 里面，因为这个环境有一点热，我需要放在冰箱给它冷却一点。Olivia 到哪一个程度了？刚刚我太紧张，我看错我的时间，我以为我做慢了，所以我很着急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原来我看错时间，其实我是做快了20多30分钟。所以我现在就想把刚刚我没有做的补上。哦。OK， 我慢慢做，现在我把它削得更美一点。它最后会成为一个塔的形状，我不希望它看起来歪歪扭扭的，然后不漂亮。Terry， 你已经完成了多少？我还剩2个步骤。哇 ！Terry， 你上次是想太多，今天不想了吗？这次我想好了才来。很好，这就对了。我想戒牛油。戒牛油？戒牛油啊，牛油不够啊。佩珍，你还有牛油吗？有，来。想跟你借一点。为什么你要戒牛油？因为我准备不够。我以为你想了才来。原来。佩珍，他会用蛮多哎。给完它喽。哇，那也是财力他是有足够的准备。我今天没有带充足的牛油，是因为我在店的时候有员工我就是一直要交代他们，有讲哇时间很迟了，匆匆忙忙就走了，店我就没有 check 清楚。就是感觉，其实我会想到要怎样去带出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想到用炭，炭其实它不是很难的一个东西。Arian 现在在做他的塔皮，他是做的很薄哦，他是做的成功是很好啊，是有加分的。挑战。
你这个 tart base 很薄哦，多薄 ？About 2 mm，1.5。Yeah, less than that。上一集的比赛就是可能我的 portion 做到比较大，所以这次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的塔要越薄越好。这是我的挑战了，就是薄当然是有它的难度。就怕等一下你 serve 的时候是有一点挑战的。薄可以啊，不要太薄，等下你裂掉。对，要快一点哦，不然没有时间的。而且这些都开始软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麦德林在那个 ring 里面拿去烘。所以我需要拿这个出来先。佩珍，哇！小心好烫，好美哦！真的是。我觉得它还需要再干一点，还可以再干。可是我想要烘我的麦德林，很有造型。单这个就好像一个艺术品。对，做 extract 就很漂亮，颜色也很好看。对。我刚开始烤这个脆饼的时候，我担心这个炉温跟我用的那个温度有一点差距，所以我很担心它可能会上色、烤焦或者是过硬，所以我就检查了几次，然后到差不多可能1个小时后，我才开始放心，因为感觉它应该是 OK 了。永禄，你进行到什么阶段了？我在做 mousse 去我的 mold 里面，其实是同样的 mousse， 可是这个 mousse 就只是一个很薄的一个 layer 做我的 base， 然后这边就会搭配我的焦糖在里面这样。当我在做巧克力慕斯的时候，本来我是想在碗里面我就开始 blend 我的巧克力，可是那个分量太小了，然后我就把它换去一个比较小的容器，可能那边有一些小小的失误，所以效果没有像我预期的那么好。现在只剩下1个小时30分钟，时间过了一半了，你们进行的如何？78先吧。哇哦！那佩珍呢？一样，78先，差不多78先，也是70%，对，70%。哇 ，Tarian， 我做好了面了。他的幽默已经开始出来了。Tarian， 你的塔皮怎么样了？努力拯救，就是怕烤出来的效果不平均，不美是吗？懂。往往就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结果它就是发生，就是我最自信的那个塔出现了一些状况。因为我那个塔皮我没有照常规的 recipe， 我是调到它比较偏黏，可能时间方面也没有拿捏准，它就很容易就黏着，就不能再去弄它了，所以没有预期的这样容易完成它。真的是一个个补救，一个个补救。我们只剩下1个小时。请大家抓紧时间。其实最后1个小时是最紧张的，你会看到很多的状况。是 ，Tarian 那里还是在处理他的那个塔皮。所以一个小小的塔看似简单，其实蕴含着非常多的一些细节。对。做了这个节目之后，我以后吃甜品哦，我会慢慢品尝了。对。其实做的很辛苦嘞，所有甜点师或者料理师，他快哭了，就讲到这个。真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慢慢眼光泛泪了，泛红。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制作甜品有兴趣？以前是开始是学 fashion design， 画是没有问题，去缝我说不可以缝，就这样吃我不行。然后面包蛋糕，人家一讲一次我就懂，我就会我就 OK 了，这个是我必须要做的。Olivia，Hello， 你的苹果焦糖做好了吗？我的红苹果已经在烤了，我有把我做的那个焦糖酱裹在那个红苹果上。OK。因为我想让它有不同的味道，所以我等它烤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候，再把青苹果加进去。佩珍啊，你的草莓的味道很浓，会不会担心会盖过你主材料？不会，因为它配搭起来的话，可能会把那个主材料的味道凸显出来，再加上那个黑胡椒，所以它就有不同的那个层次。永禄，你目前到了哪一个阶段了？
现在我在等我的焦糖 caramel 了，然后我就 deglaze 我这个 cream。现在做的是 caramel sauce。就刚才那个是比较硬的焦糖，现在这个就是比较水状的焦糖。哦，这两个我都试了蛮多次的，那个四川的味道，然后这个 sauce 就会很浓，就达不到水的那个状态，所以就有一点难度。过后我就再改了一些配方。它好像是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桌子最干净的。对，它非常的干净哦。这是你本来的一个习惯吗？我通常做完一样东西，我就会清桌子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样这样。这是以前学习的时候。对，以前有一个启蒙师傅这样子，他很注重卫生的。我们就做完一样东西都需要喷那个消毒，过后再擦桌子这样子。卫生与公序，这也是我们的评分标准之一。好，我也是蛮喜欢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好，他们也不会慌，做的东西都一步一步来，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讲人家。哇，他要准备 plating 了啊？还没有，还有一些准备。可是 production 是完了。Prepare 我看到 to plate。他刚刚把他的那个 base 放进 oven，base bake 了就可以 plate 了。哇，Olivia， 对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那个法式镜面焦糖淋面，是我的最后一个步骤。这个方子其实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因为我平时经常做淋面，做巧克力淋面，做不同颜色的淋面，然后这一个就是我把它做成焦糖味道的淋面。对。佩珍，你什么时候要炸你的 cracker？我们全部很期待你怎么炸你的。等一下炸不成功怎么办？就现在油温还蛮低的，现在。哦。好像每个人都很为他的 cracker 而紧张。我也很紧张。我在做这个 Sago 脆饼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真的失败的话，我可能就要用巧克力来做一个篮子的造型，来代替这个脆饼。其实很像 cracker、lavery， 我是比较少做，这种通常都是可能在 fine dining 的 restaurant 他们比较会常做，所以这个我也是只是做了2次。Tarian， 你的刀 OK 吗？还在烤着。它的形好也 OK 吗？形状有一点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刚才我放进去的时候，我忘记按开始，所以它前半段没有烤到，所以它已经往下沉。往往就是觉得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结果它就是发生。我最自信的那个塔的部分就有出现了一些状况，可能时间方面也没有拿捏准，也没有预期的这样容易完成它。真是真的替他紧张，这很危险的，做这种炸的东西。对，有没有笑容？没有。哎呀！他的嘴。嘟嘴了。还是不行啊，佩珍。对，我觉得是锅可能。哦，他换个锅。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要设法去想其他的办法，能不能够补救，或者是可能这个锅太大了，需要多点时间把它弄热，可能需要找小的，或者是 different material， 就是要有不一样的尝试，不能放弃。所以我觉得说佩珍临时这样换一个锅是对的选择。佩珍，你炸的可以吗？可以吧，也不是你要的效果啊，不是我要的效果。那个蓬松度对吗？蓬松度对。哦，不够。那你有没有想到 Plan B？已经没有了回头了。可是我的冰淇淋出现一些问题。怎么了？汗水。我第一次有问题吗？冰淇淋很难有问题。对，冰淇淋最稳。这张 table 真的被诅咒了。我当下的心情是替佩珍紧张的，因为就算可以炸得到，不知道它的那个 cracker，可不可以开？可是没想到它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接着而来，它的那个 pepper ice cream 竟然还没有 set， 所以那最后的半个小时真的是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我现在看
应该还来得对，放中间，中间，给它放在中间。我觉得肯定是油温的问题，因为它有一些已经炸成功了，但是可能它的油温一直上不去，所以在那里其实耗了蛮多时间的。我炸这个Sago脆饼的时候，那个油温一直没有达到我要的度数，后来换比较小的锅，然后让那个油温加强。还剩下9分钟。时间剩下4分钟，佩珍，你那里 OK 吗？剩一个冰淇淋吧，那冰淇淋好像不行。如果真有问题，那怎么办？就没办法出了。我再试一下我的运气，在这边等一把。紧张。这就是比赛。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无法呈现我原本想的甜品，就差那个冰淇淋，会少了一些层次感哦，因为它们配在一起比较特别。我会期待佩珍的有很多的步骤，很多的元素。感觉佩珍可能会最突出，我很期待她的甜品。如果是这样看的话，可能会是紫苏叶。永露用了麻椒，然后 Olivia 选的那个食材跟麻椒是我喜欢的，就是麻麻辣辣，蛮期待的。又来到了这一环哦，非常紧张又刺激的试吃时间。没有想到今天第一位完成的是 Olivia。当我完成这道甜点的时候，我很开心。我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完成的。我做好了，哇！第一位完成 Olivia。我这道甜点的名字叫香料3重奏，里面有花椒、藏红花和香草。这3种香料代表了我自己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要爱过去的自己、现在的自己，还有未来的自己。吃了这道甜品之后，你就看到未来的自己，你会开始很爱自己。是。你都会送我们这个卡，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你想要说的故事里面有什么，非常贴心。哇，4位评审呢都吃得非常的仔细，每吃一口好像都在感受 Olivia 她要呈现的那3重奏。我隐约感受到2重奏。我有尝到你的麻椒，在那个冰淇淋不会太重，可以吃到它的香味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 vanilla 当做你的主题，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突出，其他的香料就是辅助它。你的苹果，我看你切了那么大块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担心的，可是切下去是特别好。软，我试着吃你的那个 crumble 的时候，我想要找那个 saffron 的味道，可以再多一点。首先我试到的是那个花椒，然后慢慢中间可能咬到那个脆饼的时候，那个 saffron 就来了，可能不好意思，那个 saffron 跑到我这里来了，我就，然后就是那个香草味，跟着呢现在就有点麻麻的，很开心你创造了这个甜点，因为它真的是在味蕾上逐步的出现那个层次。它的 crumble 烤得非常好，很脆，它加了一点点海盐嘛。在那个 crumble 吃到海盐是一个 surprise， 可是 presentation 就输了很多了。其实我在呈现上面确实是因为我练习不够。其实昨天晚上我还一直在练习怎么做冰淇淋，我觉得我还有提升的空间。接下来我会更努力。谢谢你 Olivia。马上要出场的呢就是第2位完成的。第2位完成了，永露。我的这道甜品的名字叫川之味。这个甜品的故事是我以前的一个 chef 跟他一起工作的日子，就酸甜苦辣这样子。酸就会很无奈，甜就会很开心快乐，苦就是很煎熬，辣就是很刺激，所以对这个 chef 又尊敬又爱又恨这样子。你是爱他多一点还是恨他多一点？
爱和尊敬吧。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甜品，Your base is nice and thin。Chocolate and pear 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 pairing， 可是你加上了淡淡的花椒的味道，又不会抢过 chocolate 的味道。你的作品简约到位，可能就花椒更少了一点点。整体的话，你这是很 perfect， 那个 caramel 不太甜，有一个 bitterness，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。只是在比赛的时候要注重你主题，主题是你花椒嘛，我必须要吃到多一点啊。OK， 就是满分了。谢谢评审们，也谢谢你。那第3位呢，完成甜品的呢就是 Terrian。他做八等的，他显示他的肌肉都出来了，已经有那种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了。第3位完成，已经完成了。我完成作品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当然是蛮轻松，你也对自己的表现状态还有完成的作品是蛮有自信的。今天我为各位评审准备的这道甜品，我为它取名“一念三千”，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涌现出源源不绝的勇气，然后去克服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事情。因为我很期待它的甜品嘛，因为它的用了紫苏叶，我找不到在这个甜品我找不到。那个塔是蛮惊喜的，担心你放的那个 syrup 在上面，它会变成很软，可是你的蛋奶 hold 得很密。我在吃着你的 poached grapes 的时候，我又感觉有小小的苦涩，我也找不到主题在哪，就是 shiso leaves 主题不够明显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今天呢，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，他竟然是最后一位完成。时间少过1分钟。我的冰淇淋不凝固，我当下心情是很忐忑。我在想，到底要不要放弃？最后的40秒，所以我在最后才把冰淇淋呈现出来。Yes， 完成了。我这道甜品叫一枝独秀，我要把这个娇艳欲滴的话献给各位女性的judges，还有你们的太太也可以，下次可以找我做给你们吃。男士可以吃，不可以吃啊？可以，只是这个是献给女性的甜品，有 lemon verbena 跟 black pepper 的那个味道，再加草莓的香味。Lemon verbena 是很有个性的一个香料，所以你无论是放在你的慕斯里面啊，还是 Madeleine 里面，它的味道都凸显出来。可能 Madeleine 那里的话呢，稍微有点干，但是它还是不失它的香气。我其实相当喜欢那个黑胡椒冰淇淋跟那个 Lemon verbena， 不会抢到味道。我反而觉得草莓的味道有点过重，主角 Lemon verbena 好像一直想要出来，可是还不够出。我也是很喜欢你的 pepper ice cream， 刺激到我的味蕾，就是草莓多了一点点。你的草莓是过多，你又没有调到很好，很单一的味道，没有层次感。这个甜品蛮复杂，很多 layer 嘛，可是整体我吃了没有感觉到。我会再回去，可能再改一下那个 recipe， 让它的那个味道更融合。参赛者在初赛中自我挑战，表现得非常亮眼。然而，比赛胜负难免，终究会有一个人今天必须成为第一位离开唐朝冠冕舞台的人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评审们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。唐朝冠冕，谁来加冕？第一位离开唐朝冠冕的人是。当灯在闪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那个会被淘汰的人。我今天失误蛮多的。我觉得淘汰的应该会是我。他们3位都是非常专业的甜点师。我觉得我这次会被淘汰。佩珍或者Terrian被淘汰。Terrian， 很抱歉，你被淘汰了。不要气馁，我觉得你的创作是很独特的，有你自己的风格，继续追求你的梦想。谢谢。
当我知道成绩离开的人是我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很失望，因为当评审在试吃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知道成绩的了，觉得我做的真的不够他们好。那下个星期呢，还没有上场的4位参赛者将会带来怎么样的味觉撞击？又有谁会离开这个擂台呢？唐朝冠冕谁来加冕？分数最低的那一位将会离开唐朝冠冕。我现在要做塔贝斯，你会不会很想下去帮？很想，很想。他就是喜欢用一些冷门的食材。我现在在做我不会做的东西。他好像不在状态里面，吃的时候口感就没有这么顺滑，非常可惜了。这个是一个甜品，吃的时候必须要有甜味，